我的双胞胎妹妹自杀未遂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那些折磨她的人竟追到医院，嘲讽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。后来，我顶着一张和妹妹一模一样的脸去了学校。那些霸凌者很兴奋，但我比他们更兴奋，因为我天生就是个怪物，唯一能压制我邪恶念头的人，只有我妹妹。这已经是妹妹第2次自杀了。这一次，父母毫不犹豫地报了警。可即便面对执法人员，那个带头霸凌的女生依旧一副得意嚣张的模样。你们凭什么说我霸凌她？我还能说她霸凌我呢？她叫嚣着。就是我女儿心地善良得很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伤害。她妈妈也在一旁帮腔。我在监控画面的另一端，看着这对母女互相包庇。而我的妹妹，那个今早还笑着跟我打招呼的女孩，此刻正脸色苍白，虚弱地躺在医院病床上。佐伊，那个霸凌团伙的头目，挑眉冷笑，他要是敢装腔作势，我就敢对他不客气。就这么简单，你们能怎么样？抓我去坐牢？有本事就试试。说完，他还对着我妹妹做了个嘲讽的鬼脸，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和畏惧。佐伊的妈妈迎上我妈妈的目光，眼神里满是鄙夷，随即不屑地移开视线，咂了咂嘴，切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一路货色。妈妈轻笑一声，我太熟悉这个笑声了，她这是怒了。你呀，佐伊的小跟班，似乎也壮起了胆子。她厌恶地瞪着我妹妹，割手腕，这算什么本事？真想死的话，就该从18楼跳下去，保证摔得粉身碎骨。割手腕干嘛？连死都不敢。我看他就是想讹我们钱吧，对不对，佐伊？哼，丑人多作怪。佐伊嗤笑道。由于缺乏确凿证据，且他们都是未成年人，这件事最终以佐伊口头道歉收场。回到家，我们那从小呵护备至的小公主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她身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淤青。我和父母这才发现，过去竟遗漏了这么多细节。长时间的沉默后，我说我替妹妹去学校。父母明白我的意思，他们清楚我要做什么。我转身走进卫生间，镜子里映出一张和妹妹一模一样的脸。我和妹妹是双胞胎，大多数人都分不清我们，就连父母也曾好几次差点把我们弄混。丽丽妹妹喜欢粉色，她的书包、文具，甚至床上用品全都是粉色的。而我偏爱黑色。妈妈总打趣丽丽，要不是我亲自生的你，我都要怀疑你是我们捡来的了。妈妈的玩笑并非毫无道理。在我们家，丽丽是特殊的存在。她和我们不一样，天生纯真善良，从小就被我和父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。而我生来就带着一种特质，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个怪物。从小到大，只有丽丽愿意跟我玩。为了不伤害他人，父母让我在家自学。我从没抱怨过，因为有丽丽在，我从不觉得孤单。父母说，丽丽是我们家首要保护的对象，所以从小我就一直在暗处守护着她。可我们万万没想到，仅仅上了1年高中，丽丽就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必须格外留意丽丽的情绪。我轻抚着丽丽的额头，轻声说，丽丽，姐姐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寂静。丽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捂住耳朵尖叫起来。我拿起手机点开消息，里面是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丽丽被按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下，湿透的头发贴在脸颊上，呛水呛得满脸通红。画面外，施暴者们笑得歇斯底里。再让我看见你跟他说话，我就把你脸刮花，看你还怎么勾引我们班男生。视频的最后传来霸凌者的威胁，怒火几乎要冲破我的胸膛。我闭眼片刻，关掉了手机。丽丽牙齿打颤，结结巴巴地说，他们拍了我好多没穿衣服的视频。我轻抚着丽丽的头发，温柔地看着她，你相信姐姐吗？丽丽点了点头。我推开门走到后院，用锄头又挖了一小块空地。很快，这里就要多一个新成员了。
不远处传来咒骂和求饶声，你会遭天打雷劈的，你不得好死。我背上妹妹的书包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丽丽，不再是艾玛。一进教室，一本书就朝我脸上砸来，我轻松躲开了。佐伊的早餐呢？你想死吗？说话的是米娅，佐伊的跟屁虫。视频里，他笑得最猖狂，看来霸凌别人给了他一种病态的快感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向妹妹的座位。木质课桌上刻满了侮辱性的字眼，贱人、骚货。还在欣赏这些为你量身定做的字？看不够是吧？要不我们把它们刻在你脸上怎么样？米娅走上前，居高临下的冷笑。她眯起细长的眼睛，脸上露出恶毒的笑容。我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佐伊肯定喜欢。一股情绪在我血管里翻涌，渐渐沸腾，蔓延至全身。我控制不住，也不想控制。看到米娅的笑容，我愈发烦躁。我快步上前，挥起右臂，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教室。米娅脸上立刻浮现出清晰的指印：你敢打我？等佐伊回来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，像是声带被雷击了一般。啧，其他同学显然没料到我会动手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。我眯起眼睛，怎么了？怎么不笑了？他反应过来，抬手就要打我，上课铃却响了。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悻悻地回到了座位。我把书包塞进课桌，里面黏糊糊的。书包里全是各种零食的油渍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。很快，班主任走了进来，他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丽丽，上课了，怎么还不坐下？我的课桌里塞满了佐伊他们 gang 塞的垃圾，椅子上也全是胶水。我看着他的表情渐渐僵硬，他缓缓抬起眼，冷哼一声：你是说佐伊针对你？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盯着他。他嗤笑道：怎么可能？佐伊是我们年级的尖子生，他怎么会针对你？虽然佐伊今天没来，但我不允许你无凭无据地污蔑他。米娅得意地看着我，微微点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奸笑。李老师，我觉得他就是嫉妒佐伊成绩好。所有老师都知道佐伊是我们班的好学生。坐下，不想听课可以，但别打扰其他同学。李老师瞪着我，我一把推翻课桌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，垃圾暴露在众人眼前，油渍在地上蔓延开来，周围的同学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米娅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说不定你就是个贪吃鬼、邋遢鬼，自己吃了零食不扔垃圾，现在还想栽赃给我。李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我觉得佐伊不是那种人。如果他真的针对你，你也该想想为什么。他怎么不针对别人？俗话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猛地冲上前，又是一声清脆的耳光。我轻蔑地看着班主任：李老师，你听，一只手也能拍得这么响。没人料到我会如此大胆，就连班主任也愣住了。我的举动无疑激怒了他，他气得满脸通红，脖子粗得像要炸开一样。丽丽，你竟敢动手打老师！我看你是不想读书了。我现在就给你家长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你领回家。我看你没必要再在这上学了。很快，妈妈赶到了学校。她看到我，微微笑了笑，像是在说：干得好。办公室里，班主任对着妈妈滔滔不绝地抱怨，反复强调我有多顽劣，多无理。我作为老师，就说了他一句，他居然敢动手打我。我教了大半辈子书，从没遇到过这么目无尊长的学生。妈妈微微歪着头，眼神里带着浓浓的厌恶，瞥了他一眼。李老师，这话就不对了。为什么丽丽只打你，不打其他老师呢？你就没想过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这话听起来有些耳熟。我笑了笑，面对妈妈似笑非笑的神情，班主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他放话，我们去见校长，看看学校是要留你这个不成器的学生，还是留我这个老师。好啊，妈妈答应了。一见到校长，妈妈就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，没想到这么点小事还要麻烦校长，
是我们家丽丽不懂事。这样吧，我和我先生商量过了，学校里凡是家境贫困、品行端正的学生，我们都可以资助他们直到毕业。校长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妈妈点点头，看向班主任时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挑衅。这种大事，我们怎么会开玩笑呢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小孩子嘛，正是调皮的年纪。他也就是不小心打了李老师一下。李老师在这儿教了这么久，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？丽丽除了有点调皮，也没别的毛病，对吧，李老师？班主任气得浑身发抖，脸色惨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点了点头。那些原本准备好的要求开除我的话，全都堵在喉咙里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他的脸憋得铁青。我轻轻笑了笑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我相信妹妹以前肯定也向班主任求助过，恳求他能把自己从泥沼里拉出来。可班主任却选择视而不见，甚至还助长霸凌者的气焰。我傻妹妹啊，你难道看不明白吗？往往你最不屑的手段，才是操控人心最有效的办法。就算被逼到自杀的边缘，他也从没跟我和父母提过学校里发生的事。每次我们问起，他都轻描淡写地说老师很好，同学也很友善。就算到了现在，他还在保护那些恶魔。因为妹妹知道，要是那些人落到我或父母手里，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。佐伊回来了，他似乎从其他同学那里听说了我的事，比如丽丽性情大变，居然打了老师，还跟校长闹了一场。他一脚踹翻我的课桌，我才2天没来，你就长能耐了？你用哪只手打的米呀？给我看看。我冷冷一笑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抬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，看到了吗？2只手都用了。佐伊攥紧拳头，指关节咔咔作响。你个贱人，敢打我！他朝我冲过来，我们扭打在一起。他那些小伎俩对我来说早就过时了，无非就是扯头发、掐胳膊。很快，他就落了下风。我把他拖进卫生间，一把将他的头按进洗手池里。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妹妹，她也曾被这样按在水下，无法呼吸。米娅吓得呆站在门口，犹豫着不敢进来。直到佐伊发出一声惨叫，她才拿着拖把冲了进来。米娅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把她衣服扒了。今天我就要把她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让她火一把。被按在水池里的佐伊，眼神突然变得凶狠，脸因极度的愤怒而扭曲。有种就跟我光明正大的打，我还能敬你几分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恶心。米娅趁我分神，用拖把狠狠砸在我的背上。就在这时，佐伊挣脱了我的控制，反过来将我按在地上。贱人，骚货，敢打我！他的指甲狠狠刮过我的脸。直到这时，他脸上的怒火才被快感取代。你这个下贱的骚货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男人！血腥味在我嘴里蔓延开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笑了。你这么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我比你漂亮吗？你嫉妒班里的男生都围着我转，对吧？我猜对了。这话一出，佐伊的脸色瞬间变了。谁让你长了一副狐狸精的样子？就这么缺男人吗？啊？妹妹的美貌是毋庸置疑的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。我们家在保养容貌这件事上一直很下功夫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办法。看着眼前的佐伊和米娅，我笑得直不起腰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对我们的养颜秘诀来说，效果肯定会更好。你笑什么，贱人？